你是否曾经感觉，有些事情总是不断重复上演？不论你怎么换环境、换关系、换选择，最后总会遇到相似的情节、相似的痛点、相似的自己。你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努力？是不是总是做错决定？是不是命运特别偏心？但这一切的重复，其实都是灵魂蓝图的一部分。灵魂来到这个世界，并不是一张白纸，它带着记忆、渴望、功课与契约，写下了一份无声的蓝图，在生命中安排某些人、某些挑战、某些片段，让你有机会在这个人生版本中看见并转化。那并不是惩罚，而是一种邀请，让你有机会在重复中觉醒，在熟悉里选择不同，在痛苦里诞生力量。那些不断出现的关系模式，其实是在让你看见自己与爱的关系。那些反复出现的金钱挑战，是要你重写对价值与匮乏的信念。那些生命里一再出现的挣扎与困境，其实都藏着灵魂最深的启示。当你开始意识到这些重复，你已经走上了转化的起点。你开始不再只是经历它，而是用更高的视角观看它，理解它，重新选择它。你不再问为什么总是这样，而是问这其中藏着什么灵魂的讯息。你开始听见自己在关系中的需求、恐惧与盲点，开始理解每一次的重复其实都是一次疗愈的机会。重写不是擦掉过去，而是用爱重新定义那些曾经让你痛苦的故事。你不再是故事里的受害者，而是成长后的见证者与创造者。你可以选择，这一次我不再沈默，这一次我学会设下界限，这一次我允许自己接受支持，这一次我不再证明，而是成为。这样的选择会在你的灵魂蓝图上划下一道光，让旧有的模式在爱中结束，让新的实相得以诞生。你会发现，过去的创伤变成了礼物，那些反复出现的伤痕变成了提醒你记得自己力量的标记。你开始信任，即使剧情熟悉。你不再一样，你有了新的意识，有了新的语言，有了对自己的理解与慈悲。灵魂蓝图不会被抹去，但你可以重新诠释它，更新它，活出它的更高版本。你不必逃避重复，只要你愿意看见，愿意觉察，愿意选择爱，这一切的循环都将在你的觉醒中结束，而你将成为那个改写命运的人，不再是蓝图的被动执行者，而是与宇宙共同创作的新生命建筑师。从现在开始，写下你真正渴望的人生版本，让重复成为转机，让你成为奇迹。你渴望拥有自由的生活，稳定的关系，丰盛的金钱流动。你努力提升频率，设定意图，对宇宙许愿，但你发现有些愿望总是迟迟无法实现，好像有一道无形的墙卡住了所有你渴望靠近的东西。这道墙不是来自宇宙的延迟，而是你内心深处有个小小的自己，还停留在过去的某个片段，仍然在害怕、怀疑、不安。这个自己就是你的内在小孩，他可能还记得小时候哭泣却没人安慰的夜晚，还记得当他做错事时被责备的羞愧，还记得当他表达需要时被忽视的失落。这些记忆，也许你早已不再提起，
但它们却一直在你潜意识里运作，决定了你相信什么，期待什么，又躲避什么。当你向宇宙发出愿望，你以为你准备好了，但你的内在小孩可能正颤抖地问：如果我拥有了，我会被爱吗？如果我成功了，会不会又被抛下？如果我表现真实的自己，是不是还是不够好？这些未被疗愈的情绪，就是显化过程中最深的阻力。不是你不够努力，技巧不对，而是你还没回去拥抱那个被遗忘的自己。真正深层的显化，不是从我要什么开始，而是从我愿不愿意爱回那个曾经觉得自己不值得的我开始。当你开始聆听内在小孩的声音，当你允许自己不再装坚强，当你在恐惧来临时说一句我懂你，我陪你，那个曾经被忽略的小小心灵会开始慢慢放松，打开，相信。而当他相信世界是安全的，你的人生也会跟着打开新的可能。你会开始吸引到真正接纳你的关系，你会发现金钱开始以一种轻盈的方式靠近，你会遇见更尊重你、支持你的场景，不是因为世界改变了，而是你里面那个小孩终于相信他可以被爱。内在小孩不是阻碍，它是你灵魂最纯粹的频率来源。当它被疗愈，你的能量场会产生一种最真诚的磁性，宇宙会感受到那份纯净的开放，并自然地回应你所渴望的一切。因为你不再用匮乏、补偿、证明的方式去创造，你是从爱出发，从完整中显化。所以，请回去看看那个小小的自己，问他你现在需要什么？陪他哭，陪他笑，陪他不解，陪他安心，让他知道他不再孤单，他已经有一个稳定且强壮的你，愿意为他创造一个全新的实相。那将是一场最深的显化旅程，不是对外改变什么，而是对内重新选择爱的开始。你不是为了拥有而显化，你是因为懂得爱自己，而自然吸引一切值得的美好来到你身边。你对宇宙许愿，说你想要一段稳定的感情，一份丰盛的收入，一次改变人生的机会。你以为只要语言够肯定，想象够具体，情绪够投入，愿望就会实现。但你发现事情并没有如预期流动，甚至卡住的比过去还深。你怀疑自己是不是哪里没做好，是不是技巧不够纯熟，时间点不对，能量还不够高。但其实更根本的答案藏在你自己也没发现的地方。潜意识信念，我们以为自己凭意识创造现实，但真正左右吸引力的往往是潜意识里的程式，那些你未曾正视的信念，未曾觉察的自我定义，正在默默决定你允许自己拥有什么。你说我想要被爱，但潜意识可能在说，如果我太真实，就不会被接受。你说我想要财务自由，但潜意识可能在说，钱太多会有风险，还是安分点比较安全。这些深层信念，有些来自童年，有些来自集体文化，更多来自你曾经受过的伤。你或许早已忘了，但你的潜意识还记得。还记得那次表达情绪被否定，还记得那次追梦失败时的羞愧，还记得那次信任之后的被背叛。这些记忆累积成信念，信念形塑能量，能量决定了吸引力的流动方向与速度。
所以你会发现，有些愿望你只要一想就实现，有些愿望你再怎么努力也迟迟无法靠近。那不是因为你不够好，而是因为你与那个愿望的频率尚未一致。你不需要责怪自己，你只需要诚实地面对那个不相信的部分，给他空间，给他理解，让他从无意识被带到光里。觉察就是疗愈的开始。当你开始看见，原来我一直相信自己要靠牺牲才配得，原来我其实害怕太幸福会失去安全感，原来我不敢显化，是因为我怕承担拥有后的责任。这些看见会让你松动，你不再被潜意识牵着走，你开始有力量重新选择。你可以重新设定内在程式，不再反射式的拒绝、逃避、怀疑，而是有意识地说，我选择新的信念。我愿意相信我是安全的，是支持的，是值得的。这样的转变不需要一夜之间完成，但每一次你选择信任，每一次你选择新的语言，你就在为新的吸引力铺路。宇宙从不缺乏资源，它只是等待你说，我准备好接收了。真正的显化不是控制结果，而是让你的内在频率对齐你所渴望的一切，而这一切从一次又一次勇敢看见自己的潜意识开始。因为你所看见的，你才有能力转化，你所转化的才能成为流向你人生的新力量。当白天的喧嚣终于安静，当你的身体沉入夜色，思绪慢慢松开，你会进入另一个世界，那里没有逻辑，没有边界，没有时间，却有一种奇异的真实感，像是灵魂的记忆被唤醒了。那就是梦境。梦不是幻觉，也不只是大脑的杂讯，它是潜意识与你沟通的语言，是一种你白天不敢说出的渴望，一种你以为忘了，却还深埋在内心的讯号。梦里出现的场景、人物、情绪，看似零碎、荒谬、不合逻辑，其实每一幕都有意义，每一幕都来自你潜意识的震动。你梦见自己迷路，可能是现实中你感到方向不明；你梦见旧情人，可能是某种未完的情绪还在你心里呼唤。这些讯息不只是回顾，它们同时在提示你，你现在的显化正在经过哪个潜意识的滤镜。如果你梦里经常追赶、逃跑，来不及，那或许你潜藏着一种我永远不够的信念。如果你梦里感到被抛下、被忽略，那可能你潜意识仍害怕连结与信任。如果你梦里自由飞翔，感到喜悦，那代表你有某部分正在突破限制，准备拥抱更大的可能。梦境不只是反应，它也是创造的起点。当你学会解读梦境的语言，你就开始理解自己的显化密码，因为潜意识才是真正的显化场域。你醒着时说你想要丰盛，但如果潜意识里仍怀疑钱会带来麻烦，那个愿望就会一直被推迟。你说你想要爱，但梦里总是在告别与分离，那就表示你还在用过去的伤编写未来的剧本。梦境会揭示你意识看不到的东西，那些你压抑的、害怕的、渴望的、浑然不知的，都会在夜里诚实地流露出来。你不需要每一梦都精准解读，但你可以开始练习记录、感受、对话。早晨醒来时问问自己，这个梦带来了什么感觉？
它是不是在暗示我什么未被看见的信念？我可以如何用爱与理解回应这个潜意识的讯号？你越愿意看见，潜意识就越不需要透过外在事件来提醒你，显化也会变得更加纯净、稳定、有方向，因为你开始懂得，不是用头脑控制实相，而是用觉察调频潜意识的能量。梦是潜意识最温柔的提示，它不强迫你改变，它只是希望你听见自己真正的声音。当你学会这种聆听，你就不再只是被命运推着走，而是成为那个有意识的编织未来的人。你的梦就是你灵魂留下的讯息，而你正是那个能够解码并创造奇迹的存在。你已经做了所有该做的事，你写下愿望，调整频率，练习感恩。你努力保持正念，信任宇宙的安排，但愿望似乎还是卡在某个地方，既没有退后，也没有前进。你走进了所谓的显化停滞期，那是一段模糊的过渡，一切看起来平静，却让人焦躁。你开始怀疑，是不是方法错了？是不是自己不够清晰，不够投入？是不是宇宙根本没在听？但你要知道，停滞不代表失败，它只是转化尚未完成的提醒。愿望没来，不是因为你不够好，而是因为你内在还有些情绪，需要被整合、被看见、被允许存在。显化不是一条直线，而是一场能量的层层对齐。当你渴望新的实相，旧有的信念与频率就会被激活，它们会浮上来，不是为了阻挡你，而是要你真正清理，真正释放。你可能会突然感到不安、怀疑、悲伤、愤怒，这些情绪不是退步的证据，而是你正在校准的征兆。在显化的停滞期，最重要的不是急着改变什么，而是静下来问自己，我有没有在某个层面还不相信我可以拥有？我是否还在害怕，如果实现了，我会失去什么？我是否还习惯从缺乏出发，而不是从爱出发？情绪整合的关键是允许，允许自己感受失望，而不是否认它；允许自己觉得慢，而不是责备自己；允许那些似乎不属于高频的状态，也有它存在的价值。因为情绪是能量的语言，你越是接纳它，它就越能流动。一旦它流动了，你整个人的频率也会开始调整。调频不是强迫快乐，而是诚实地处理内在，让自己变得更清澈、更稳定、更能承接。你开始用温柔而坚定的语言对自己说，我知道现在还没到达，但我相信我在路上。我允许自己现在的样子，也相信我正在转化。我愿意为了更大的实现，暂时停留在这里。这份信任会为你打开新的路。当你放下时间表的焦虑，当你放下证明的压力，你会发现宇宙开始流动得更自然。显化的奇迹常常不是在你做了什么之后发生，而是在你成为了什么之后降临。停滞不是终点，而是重组能量的间歇。而你正处于一场深层的转频过程中。当整合完成，当你与愿望真正对齐，显化会像水一样流进你的生命，没有阻力，没有挣扎，只有刚刚好的时机与刚刚好的你。请记得，宇宙从未停止回应，
它只是等你准备好真正的接收。而这段什么都没发生的日子，其实是最关键的转变期。你没停滞，你在转化；你没错过，你在校准；你没落后，你正在对齐一个更高的你。而这份沉潜将会成为你显化之路上最神圣的能量积蓄。你可以练习再多显化技巧，写下再多愿望清单，但如果内心没有一份稳定的安全感，这一切都会像是沙滩上的城堡，看似壮观，却经不起一点海浪的推动。因为真正的显化，不是从渴望出发，而是从我已经是安全的这个能量状态开始。安全感不是别人给你的，不是银行账户里的数字，也不是关系中的承诺，它来自你与自己之间的信任关系，来自你在混乱中依然相信我可以照顾自己。如果你内在的安全感薄弱，你会不断向外抓取保证，害怕失去，焦虑等待，过度付出。你会用控制代替信任，用怀疑阻挡接收，在还没拥有之前，就先预设结局的不稳定。而宇宙只会回应你所是的状态，不是你说的愿望。你说你想要丰盛，但你内在总是焦虑地紧抓每一笔钱，这份匮乏的能量就成为你显化的瓶颈。你说你想要被爱，但你内在总是害怕被看穿、被拒绝、被抛下，这份不安全的震动就成为你关系里的投射。创造内在安全感，不是变得坚强无敌，而是允许自己真实的存在，无论当下是脆弱还是清晰，是一种你告诉自己，即使什么都还没发生，我依然是完整的。即使愿望还没实现，我也可以在这里安然的呼吸。当你与自己建立这份稳定的连结，你的能量场会变得沉静、坚实、有磁性。你不再急着得到什么，也不再害怕失去什么，因为你已经知道，无论结果如何，你都可以接住自己。这份安全感是稳定显化的真正基础，它让你有空间看见宇宙的安排，让你有信心等待对的时机，让你在还没得到时也不再失落，因为你已经拥有了那份我就是可以的感觉。你越稳定，显化就越快速；你越放松，宇宙就越能自由流动。所以请从最简单的事开始，每天问问自己，现在的我需要什么？我可以怎么让自己更安心，更被支持？给自己一杯热茶，一段深呼吸，一句温柔的话，这些都是在创造你与自己之间的安全基地。当你学会不再向外界寻求确定，你就成为自己现实中最稳固的核心。而从这个核心出发的愿望，不需要大声呐喊，它们会自然被听见，自然被实现。因为你已经在爱里，你已经成为那个最能承接奇迹的人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，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